最近，娱乐圈和音乐圈里有一个话题，简直可以说是炸开了锅，甚至让不少专业音乐人都忍不住下场讨论。没错，我说的就是周深在综艺节目《奔跑吧》中那段堪称神级现场的表演。在歌词顺序被完全打乱，且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他硬是凭借清唱完美驾驭了经典歌曲《美丽的神话》。说实话，每次看到这类带着震惊、逆天字眼的热搜，我第一反应往往都是这又是什么夸张的标题党，但当我真正点进去，屏住呼吸看完那段视频后，我只能默默收回之前的质疑，并在心里实实在在地献上我的膝盖。这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好听来形容了，这完全是一场对人类听觉神经和音乐认知极限的温柔碾压。咱们不妨先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感受一下那种极具反差的戏剧张力。奔跑吧作为一档国民级的户外竞技真人秀，大家印象里的它通常是喧闹的，充满游戏环节的，嘉宾们往往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甚至有些混乱的状态。在这样的环境里，突然抛出这样一个高难度的音乐挑战，本身就带着一种搞事情的意味。没有提词器，没有乐队，甚至连最基本的音高参考都没有，只有几行被打乱顺序的歌词摆在面前。我个人觉得，这种设定简直就是为了制造车祸现场而量身定制的。对于绝大多数歌手而言，这无异于一场公开的处刑。然而，周深就站在那里，眼神平静，仿佛接下来要做的不是挑战极限，而是像呼吸一样自然地哼唱一首摇篮曲。这种暴风雨前的宁静，反而让屏幕前的我捏了一把汗，同时也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期待。接下来，我们必须从专业的角度来深度剖析一下，为什么无伴奏加上乱序歌词会是一个如此恐怖的组合。很多人可能觉得，只要记住旋律，词背错了，大不了改回来就行了。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歌唱，尤其是流行演唱，是一种高度依赖肌肉记忆和条件反射的复杂生理与心理活动。平时我们唱歌，歌词 A 会自然地带出旋律 A， 旋律 A 的尾音又会为歌词 B 的起音提供完美的音高和气息铺垫。这是一种流畅的线性逻辑。但是，当歌词被彻底打乱后，这种线性逻辑就被粗暴地斩断了。歌手的大脑必须在0.几秒内完成识别当前歌词，检索对应旋律，在无伴奏状态下凭空构建绝对音高，调整气息和共鸣腔体，准确发生这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运算。说真的，光是想想这个认知负荷，我就觉得头皮发麻。这就好比让你一边做微积分，一边倒立骑自行车，还要保持微笑。周深能够在这种极端条件下，不仅没有跑调，反而每一个音都精准地落在他该在的位置上。这充分说明了他的音高感知能力已经内化到了骨髓里，他的乐感不是练出来的，而是长在他身上的本能。再来说说这首美丽的神话。熟悉这首歌的朋友都知道，它本身就是一首难度极高的作品。原唱版本中那种跨越时空的深情、宽广的音域跨度，以及对气息控制的极致要求，让无数翻唱者望而却步。而周深在处理这首被打乱的歌曲时，展现出的不仅仅是音准这一项技术指标，更是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音乐重构能力。因为歌词是乱的，歌曲原本的情感递进和叙事逻辑也被破坏了。但周深神奇的地方在于，他用自己的声音，硬生生地在碎片化的歌词中，重新编织出了一条完整的情感线索。他的声音空灵、清澈，带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通透感，但在需要力量的地方，他的气息支撑又稳如泰山。我在听的时候，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这些歌词本来就应该以这种顺序排列，是周深的演唱赋予了这种混乱一种奇特的、宿命般的和谐美感。这让我不禁感叹，真正的顶级歌手，唱的不仅仅是谱子上的音符，他们是在用声音塑造空间，用情感填补逻辑的空白。现场嘉宾和观众的反馈，无疑是这场表演最真实的注脚。视频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周深开口的那一瞬间，原本还有些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随着他一句接一句地唱出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歌词，嘉宾们的表情从最初的疑惑、好奇，逐渐转变为难以置信的震惊，最后定格为一种纯粹的欣赏和敬畏。有人瞪大了眼睛，有人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巴，还有人跟着节奏轻轻点头，完全沉浸在了他营造的音乐磁场中。当最后一个音符完美落下，现场爆发出的掌声和惊叹声几乎是掀翻了屋顶。我个人认为，这种反应是装不出来的。在娱乐圈见惯了各种修音、半开麦和套路化表演的今天，大家的耳朵其实早就被惯坏或者说麻木了。但周深用这种最原始、最赤裸的方式，直接击穿了所有技术包装的壁垒，唤醒了人们对真实好声音最本能的感动。
这种让全场瞬间听呆的魔力，恰恰是艺术最纯粹的力量。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回顾一下周深的音乐之路，就会发现今天的这个神级现场绝非偶然的灵光一现，而是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从当年那个在网络上默默无闻，甚至因为独特的嗓音而饱受偏见和质疑的男孩，到如今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顶级唱将，周深走过的路充满了荆棘。他的声音条件特殊，介于童声与女声之间，这种音色在传统的审美框架里曾经显得格格不入。但他没有选择迎合，也没有选择隐藏，而是将这份不同打磨成了自己最锋利的武器。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去钻研发声技术、共鸣控制和语言咬字。在我看来，周深的成功给所有在追梦路上感到孤独和自我怀疑的人上了一堂最生动的课。天赋决定了你的起点，但极致的自律、对专业的敬畏以及永不停止的探索，才能决定你最终能站得多高。他在奔跑吧上的从容不迫，背后是无数个在录音棚里死磕细节的日夜，是无数次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从这个事件延伸开来。我们也不妨反思一下当下的音乐行业和综艺生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修音成了现场表演的标配，半开麦甚至全开麦都成了需要被大肆宣传的卖点。观众对现场表演的期待值被不断拉低，仿佛只要不出大错，就可以被冠以稳定的美名。在这样的行业大环境下，周深的这次无伴奏乱序清唱，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那些试图用技术掩盖实力不足的人。同时，它更像是一座灯塔，为整个行业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他大声地告诉所有人，看，这才是真正的现场，这才是音乐该有的样子。我真心希望周深的这种硬核表现能够倒逼更多的音乐节目和歌手回归到对音乐本质的尊重上来。毕竟，再华丽的舞美，再昂贵的音响设备，都无法替代一个歌手用灵魂和绝对实力发出的真实声音。我想聊聊这次表演给我个人带来的情感共鸣。美丽的神话这首歌本身就承载着关于时间、记忆和坚守的宏大主题。当周深用他那仿佛被天使吻过的嗓音，在混乱的歌词中坚定地唱出那些熟悉的旋律时，我感受到了一种超越音乐本身的治愈力量。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信息碎片化、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某种程度上也像是被打乱了顺序的歌词。我们常常会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迷失方向，找不到下一个音符该落在哪里。但周深的表演仿佛在温柔地提醒我们，只要内心的音准还在，只要对美好的乐感没有丧失，哪怕外界的环境再混乱，哪怕没有现成的伴奏可以依靠，我们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唱出属于自己生命中最动听、最坚定的旋律。总而言之，周深在奔跑吧中无伴奏乱序清唱美丽的神话的这一片段，注定会被载入内娱综艺和音乐表演的经典史册。它不仅是一次技惊四座的个人秀，更是一次对音乐专业主义的崇高致敬。他用无可挑剔的音准、强大到令人发指的乐感，以及举重若轻的从容态度，向全世界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老天爷赏饭吃，加上后天拼了命的端好饭碗。作为听众，我们是幸运的，能够在这个时代见证这样一位歌手的成长与绽放。而对于周深本人来说，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对于真正的大师而言，每一次打破常规，都只是为了下一次更惊艳的蜕变做准备。我满怀期待地等待着，看他未来还会用怎样不可思议的方式，继续震撼我们的耳朵，温暖我们的心灵。